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结婚3年，我爹为了迎娶白月光，逼我妈离婚，还要把我赶出家门。所有人都觉得我妈舍不得这个富家太太的位置，结果我妈爽快签下离婚协议，火速打包带我走人。我妈离婚当天，我连忙通知我那3个干爹，父位空悬，先到先得。从民政局出来，大家都在等着看我妈笑话，结果他们等来了娱乐圈影帝、医疗界大佬，还有全球首富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结婚当天，我爸被灌醉了，一整晚嘴里都喊着另一个的名字。这时我妈才知道，原来我爸一直没放下他的初恋，那人是他的青梅竹马。大家都在说，当初要是没有我妈，他们早就修成正果了。他们以为这样说，我妈会愧疚自责，但我妈其实根本不稀罕。我怕我妈觉得难过，拉着她去5星级酒店点了一桌子美食，都是我妈的最爱。我说肚子吃饱了就不委屈了。我妈笑着点了点我的头，有吃有喝还不花钱，傻子才会难过。我妈要身材有身材，要美貌有美貌，妥妥一副家千金大小姐。要不是我爷爷，怎么会便宜了我爹这个狗东西？结婚3年，我妈跟我爸一直相敬如宾，维持着表面和谐。这天照例是回老宅的日子，我拉着妈妈的手陪她一起回去。宋老夫人不是个好对付的，我怕她受欺负。刚进入正厅，就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，我皱着鼻子看了过去。好家伙，餐桌上一碗黑乎乎的药汤。宋老夫人对我妈抬了抬下巴，桌上这碗药喝了，以后1天3次，我让张妈给你送过去。结婚都3年了，还没个动静，能不能生啊？成天在外面跑，不知道在忙些什么。女人最重要的是传宗接代。我妈找了个位置坐下，根本没把宋老夫人的话放在心上，用手轻轻点着桌子，这样还是留着给您儿子喝吧。生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就能生的，先给你儿子挂个检查科看看吧。你简直粗俗！老夫人听着，脸上一阵白一阵红的，噎着半天说不出话来，只能拿一旁的我开刀，用手指着我，不给宋家留个后，你别指望我接纳这个野种。见矛头转到我身上后，我妈脸色沉了沉，可用不着你们操心，我自己养得起。宋老夫人一直不满意我妈，特别是还带着我这个拖油瓶嫁过来的，她总是明里暗里的挑我妈刺。正当宋老夫人还想说什么的时候，她眼睛一亮，就看见张妈领了人过来。我转头看去，张妈悄悄瞥了我妈一眼，眼里划过一丝同情，语气支支吾吾的：“夫人，宋总回来了，还带了位客人。”我往他身后看去，嚯，原来是我那个不着家的爸回来了，身后还站着一个穿着白色长裙的女人，披着齐肩长发。这是灵珊，今天刚回国，还没安置好，暂时先住这儿。我爸语气理所应当地吩咐着。我暗暗打量着这个女人，这就是我爸那个白月光啊。她回来了，看着长得柔柔弱弱的，一副白莲花的样，风一吹就倒的样子，不如我妈漂亮，身材也没我妈好。原来我爸是个瞎的哟。是珊珊回来了，怎么也没提前说一声，我好让张妈做些你爱吃的菜。几年不见，珊珊变得更漂亮了，也有气质，比某些人不知道强多少。宋老夫人拉着灵珊的手，嘘寒问暖，从头大脚打量了一下，脸上的喜色藏都藏不住，话里话外还要拉踩一下我妈。也是，以前她就希望灵珊嫁给我爸，只是没想到灵珊最后选择了出国，
我爸一蹶不振，才同意了跟我妈的婚事。伯母，我国外进修完就回来了，得打扰您一段时间了。灵山一边甜甜地回答，一边斜眯着眼睛瞅着我妈。这一切都被我看在眼里。我走到我妈身边，握住她的手，只要她敢欺负我妈，我就上去撕烂这个女人的嘴。我妈气定神闲地坐在座位上，眼神都没给他们分一个，说什么打扰不打扰的，快坐下吃饭。就坐着，宋老夫人直接将那个女人的座位安排在我爸的旁边。宋琛还不给珊珊夹菜呀？看着这一家人，我只觉得恶心。而我爸一整晚眼神都在那个女人身上。灵山跟我爸说说笑笑，交口贴耳的画面格外刺眼。这顿饭我都没吃2口，气都气饱了。晚宴后，我妈直接拉着我的手离开。我问我妈，不觉得委屈吗？我妈却笑了，她说，委屈啥？我们很快就自由了。这些年，我妈一直在发展自己的事业，从没依靠过我爸。她总跟我说，男人是靠不住的，女人要有自己的底气。她拼命进修学业，早就拿到了全球前3学府的毕业证。她努力创业经营，现她名下的产业遍布全国，能抵上几个宋家。她还不忘做慈善，这些年资助贫困学生，建福利学校，让偏远山区的孩子都有学可上。而这些我爸他们都不知道，因为他们不曾去了解我妈。我爸一直觉得是因为我妈的缘故，才害得他不能跟灵山修成正果，所以从结婚后，他就没拿正眼对待我妈，甚至可以说是彻底无视。而宋老夫人觉得我妈是图我爸的钱，说我妈未婚先孕不清不白的，不配嫁入宋家，一直极力反对这门婚事。出门交际他从来提都不提我妈，总觉得是我妈让他丢脸了。他们都把我妈当隐形人，只有我爸的白月光屡屡在我妈面前刷存在感，总是通过各种原因把我爸召唤走。今天这不舒服，明天那不舒服。我爸又不是医生，但他每次都眼巴巴地赶过去。我妈生病的时候，从来没见他这么殷勤过。那个女人则会在我爸赶过去的时候，给我妈发短信炫耀：卢云，你比不过我的，你在他身边这么多年有什么用？该是我的位置还是我的？宋琛心里从始至终都只有我，你不过是他用来气我的工具人罢了。卢云，宋琛今晚又在我这，你看看你，呵呵。看着这些没皮没脸的话，我暗暗在心里感叹，从没见过这么白的白莲花，真是出淤泥而不染。不过这些我妈从来都没放在眼里，直接拉黑删除一条龙，就任由他这么嚣张，这样欺负人吗？我问我妈为何不反击，给他一点教训，或者直接揭穿他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派。我妈淡淡一笑，顺手就给灵山回了一个1。不得不说，我妈气人是有一套的。我妈努力创业的同时，也没落下对我的培养，不管她干什么都带着我。渐渐的，我的眼界也逐渐开阔起来，不再局限于女人间那点攀比跟争风吃醋上。很早之前，我妈就问过我长大想做什么，那时候我想来想去，也不过是想多吃2碗饭，以及不想嫁给我爸这样的男人。而现在我长大了，我想得很明白，我想像我妈那样做一个自立自主的女人。这2年我拼命学习，不敢有半分懈怠，因此我在别的小孩还在上小学的年纪，就拿到了名校的录取通知书，还可以帮我妈处理一些日常的公司事务。我庆幸我妈当初收留了我，不然我现在可能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吃不饱穿不暖。总之不会像现在这样自由自在、洒脱大方。这天，当我陪我妈妈在公司处理事务的时候，
我手机上收到了新闻的热门推送：豪门宋家疑似婚变，宋琛陪小三医院产检。我心头一紧，接着往下翻，原来是我爸陪白月光去医院，被随行的狗仔拍到，直接爆了出来。画面两人相互依偎的身影，以及就诊科室是妇产科。我想把手机藏起来，不料已经被我妈看见了。她瞄了一眼我手机，然后就收回了目光，眼中已经毫无半分波澜。我有点猜不透我妈的心思，轻声说：“妇产科又不是只有产科，这些无良媒体惯会胡说八道。”她摸了摸我的头，小孩子家家的，不用操这个心。回到家中的时候，发现我爸跟他的白月光已经在家里等着了。见我们回来，我爸扯了扯领带，有些烦躁地朝我妈开口：“孩子是我的，我已经让人撤热搜了，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。”我眼皮一抬，还真怀孕了呀！白月光刚回来，两人就迫不及待搞上了。不会有诈吧？紧接着，灵山从我爸身后挪了出来，只见他抹了抹眼里并不存在的眼泪，红着眼眶，委屈兮兮的样子，小心翼翼地开口：“云云姐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忘不掉琛哥哥，你要怪就怪我吧。”说完便摇摇欲坠的样子。见如此，我爸连忙扶住他：“珊珊，你有孕在身，大夫都说了要多休养。还有卢云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宋太太位置本就应该是珊珊的。”我妈实在是有点受不了这两人了，冷冷开口：“有病就去治，滚！”灵山仿佛遭受了打击一下，跌倒在我爸怀里，小声啜泣：“都怪我不好，我以为姐姐不会在意的，我以为姐姐会理解我的。毕竟姐姐当初不也带着小孩嫁过来的吗？姐姐放心，我不会跟你争别的，我只要琛哥哥就可以了。”灵山这几句表里表气的话，意思都在说我妈当初带我嫁进宋家的事儿，也激起了他对灵山的保护欲。他有什么资格介意？当初也不知道是跟谁的野种，不清不白的。要不是当初老爷子非逼我娶她，谁愿意跟他结婚？这一切本来就是你的，是他抢了你的位置，不该争的那个也应该是他。他们一直都觉得我是我妈跟别的男人生下的野种，一直拿这个来攻击我妈。可他也不想想，那时候我妈才多大年纪呀，怎么可能呢？可他们从来不愿意好好的听我们解释一句：“只要云云姐你能消消气，你打我骂我都行。他敢打你一下试试？卢云云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！不是吧，不是吧，老哥？”我妈从头到尾什么都没说，你们俩在自演自嗨啥呢？有这才艺去唱双簧不行吗？真糟心！原来我爸不仅眼瞎，还脑子有病，有大病。灵山话里话外一直试图在刺激我妈，可我妈依旧不为所动。我盯着灵山，就连我都感觉到了一丝丝诡异。这白月光怕不是打算整什么幺蛾子吧？见我妈仍然不理他，灵山突然走过去，拉住我妈的手：“云云姐，求你了，求你把琛哥哥还给我吧，我不能没有他，孩子不能也没有爸爸呀。”我顺着他的手看过去，只见他使劲拉着我妈的手，我妈的手已经被他握得通红。我正要上前去将他拉开，就看见他拉着我妈的手猛地一甩，然后向后倒去。我就猜到这个白月光想要搞事情，可还是没来得及阻止他。正当我急得不行的时候，下一秒却发现白月光稳稳当当地坐在了一把椅子上，小心肚子里的孩子，坐稳，别摔着了。原来我妈早有准备，也是我都能看出来的，我妈还能看不出来吗？毕竟在场瞎的只有我爸。所以在灵山准备往后摔的时候，我妈一把勾过旁边的椅子，顺势就放在他身后。这一番操作将灵山直接整懵逼了，
这怎么跟想象中的不一样？他面色怪异地看着我妈，而我妈趁他愣神的功夫，早就退得离他1丈远。我暗暗给我妈竖了个大拇指。灵山眼看着用计失败，暗瞪了我妈一眼，就装肚子疼想拉着我爸离开。等等，还有事没干完呢，离婚协议不是都准备好了吗？我妈突然开口，叫住了这2人。看着我爸一脸心虚的样子，我就知道我妈猜的没错，心虚归心虚，但她的动作没有丝毫犹豫。我爸直接从包里翻出2份离婚协议，递给了我妈。我妈伸手接过，随意翻看了2眼，就爽快地签了字。我妈毫不留恋的样子让我爸有点不太相信，愣愣地看着我妈，嘴唇动了动。你不再看看了，没啥想说的吗？我妈拉着我回房间，听见后扭过头，哦，那就尊重祝福，请锁死。回到房间里，趁我妈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我迅速拿起手机，将我的3个干爹拉了个群，然后在群里发了几句话：腹胃空悬，先到先得，想当我爹的抓紧了，错过没有下次，机会只有一次。我妈的动作向来迅速，一晚上就把我俩的行李收拾妥帖了。竟是说大也不大，几个大家族都住在这个半月山的别墅区，才1晚上的时间，我爸妈离婚的事就传得沸沸扬扬。不用说，也知道是谁的手笔，有人要急着上位了。平日里那些素来看不起我妈的，今天都来看热闹了。妈，门口车来接我们了。我妈直接安排了10几辆车，浩浩荡荡地停在门口。我妈点点头，开始有条不紊地安排大家搬运行李。这些年，我妈给我置办了不少东西，都得打包带走，一分一毫都不能便宜了宋家。看着东西陆陆续续抬出，门口议论声传开，旁边传来不少吐槽的声音。这宋家这么有钱呢，离婚了还能分这么多的家产？珊珊，你可盯紧了，这女人不会趁机把宋家的东西都搬走了吧？这时候，白月光挽着宋老夫人的胳膊出来了，一手还装样地扶着完全不显的肚子。我家宋琛大度，这些东西全当送他娘俩了。灵山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情，还带着藏都藏不住的得意。我妈正忙着，头都没抬一下，懒得理他。但我闲着呀，我才不会惯着他。我当是谁在叽叽喳喳的，原来是携子上位的白月光啊！那您这胎可得坐稳了，别再到处碰瓷了，摔出毛病来可不好了。还有这些都是我妈自己置办了，没用过你们宋家1分钱。不要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。白月光指着我，你个小野种说什么呢？我双手叉腰，我说什么你心里有数，不知道是谁要害我妈没害成，你们都当心点吧，别被他缠上了。白月光脸色变了又变，最后只能狠狠地瞪着我。周围围绕的其他人许是没想到我这个野种还敢这么跟他们说话，一下子被我镇住了。有些聪明的人已经从我的话里听出来不对，再看向灵山的眼神都带着一丝丝警惕。正当白月光还想说啥的时候，门口突然热闹了起来，滴滴滴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别挡道啊！原来是有3辆车直接将路口堵住了，你挤我，我挤你，谁都不肯让步。看见这动静，我嘴角一咧，来了。我妈哪还能猜不到我背着她干啥了？没好气地瞪了我一眼。我妈不在意外面的风言风语，但我受不了这口气，特意安排了这个大场面，让那些看不起我妈的人都被狠狠打脸。吵闹越来越近，最后竟是3辆豪华至极的车并排开了进来。云云，我们来接你回家了。看着面前的场面，我有点无语。我这3个干爹还真是，只要是跟我妈有关的事情，他们都能把头争破。头一晚刚收到消息，
他们立马连夜赶了过来，生怕自己落了后。这都谁呀？卢云家的那些穷亲戚，怕不是为了面子找人雇来的吧？还有这半月庄，现在怎么什么人都往里放啊？人群里有个自称是灵山闺蜜的女人，扑哧笑了一声，觉得我妈是在虚张声势，但她很快被其他人拉了一下，让她仔细看看车标跟车牌。接着，其他人也纷纷注意到这些人的来历不凡，然后车上的人开始陆陆续续下来了，竟然是全球影帝盛江，票房过1000亿！我的天啊！竟然在这里看到了盛影帝，人群里传来一阵阵惊呼。没办法，盛江的粉丝群体太庞大了，老少通吃。第二个是医疗界大佬林晨，这么重要的人物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他的一场手术价值1000万，能活死人肉白骨，被称为是医疗界的神话。前面2位都这个档位，那中间那辆车的人岂会差的了？到底是什么人？最后一位，车门被打开，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搭在车门上，再接着是来人的全貌。周围瞬间安静，只剩下大家吸气的声音。有人喃喃自语：全球首富父辈称，跟着我3个干爹来的，还有不少记者，将他们4个团团围住。对，这3个都是我干爹，并且是争着抢着想当我亲爹的人。白月光跟宋老夫人显然已经被面前这4个人镇住了，毕竟这其中任何一个都是他们想攀都攀不上的人，而这3个人却走到我妈面前，用温柔的不能再温柔的语气，生怕把我妈吓走了一样。云云，跟我们回家好不好？我妈看着眼前这4个人，神色复杂，叹了口气，无奈说道：你们呢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怎么收场？走吧，分别几年。我还以为我妈会对他们说些什么，没想到我妈还是一如既往的缺心眼。我妈是个有故事的人，小时候我妈身体不好，总是体弱多病，大师说我娘命硬的见养，于是我妈的爸妈，也就是卢老爷、卢夫人就把我妈送到了乡下，从此不管不问。正常来说，没家人照拂，我妈又体弱，活不活得下去都不好说，却没想到没了家人约束，我妈在乡下反而吃得更开，一双手一块地，我妈活得自由自在，身体反而愈发好了。我那3个干爹加上我，都是被我妈在乡下捡的。先从我最小的干爹说起，也就是盛江，我喊他盛爹地。盛江是全球影帝，他的戏从国内排到国外，不知道拿过多少奖了。别看他现在人模人样的，还有成千上亿的粉丝追着喊他老公。其实当年被我妈拿笤帚不知道揍过多少顿，因为盛爹地不爱学习，作业不做，上学老翘课，3天2头被老师请家长，我妈揍了不知道多少次。最后什么法子都使了，实在没办法了。盛江虽然学习不太好，但他酷爱表演，爱模仿。小时候看电视，他总是能学得像模像样的，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。就这样，我妈把他送去学了表演，走了艺考的路子。对了，我盛爹地是有亲人的，我妈捡他的时候，他跟家里闹矛盾，离家出走。阴差阳错跑到了我妈住的小桥村里，差点饿死。从艺考之后，他就被家人接走了，所以他们家人对我妈一直都很尊重。我妈在村里这些年，他们暗暗帮了不少忙。我的第2位干爹，也就是林晨，他是个孤儿，从小父母早亡，靠村子里的人家接济才得口饭吃。于是我妈也把他捡了回来。把他带回来那天，他小小的一团，特别乖巧。我林爹地太渴望有个家了，所以遇见我妈这个太阳时，便再也舍不得离开。跟我盛爹地调皮捣蛋的性格不一样的是，
林爹地从小就乖巧懂事，也爱学习，并且他脑子好使，能过目不忘，是读书的好料子。我妈让他去上学，他却嫌学费太贵，怎么都不肯去。于是我妈同样给了他一顿狠揍，最后威胁他不去读书就不认他这个弟弟了。他哭着跪在我妈脚边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跟我妈说，只要别赶他走，让他干啥都行。就这样，林晨一路从小学初中读到了博士，到后面出国留学，学成归来时，我林爹地已经成了全球顶级的医疗大佬。经他研发的项目，让无数人免于病痛，获得了生的希望。他的手术预约有价无市，多少人排队重金聘请，而我林爹地每年必会留出一些时间去做免费的医疗援助，给需要的孩子带去希望。最后说到我排行第一的干爹，全球首富傅北城，我傅爹地现如今身份尊贵无比，气势逼人，其实那就是个芝麻馅。在外人眼中，他是高高在上的顶级霸总，是黄金单身汉，也是名媛千金，做梦都想嫁的人。但这么个人，在我眼里那就是个事儿精。我傅爹地有洁癖，还特别二逼。我妈捡到他的时候，他被人重伤，倒在村里的小河边，是我妈给他救回来一条命来。醒来的时候，我妈给他熬了一碗小米粥，他说这世上怎么还有这么难喝的粥，气得我妈直接甩碗走人。爱喝不喝，谁惯的他？我傅爹地不愧是排行老大。捡回去后，我妈发现这个人虽然事儿多，但脑瓜子确实好使，读书也不比我那林晨爹地差，并且头脑灵活，眼光独到。在他的熏陶下，我妈的眼界思路拓宽了不少，只要是他看中的股票或者投资，就没有走眼过。就这样，我妈也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，才有了之后创业的资本。3个爹地中，那另外2个都完全不是他的对手，每次都被他治得服服帖帖的。不过我傅爹地这些年也过得非常不容易，听我妈说起才知道，当年我傅爹地是被自家兄弟下的毒手。傅爹地从我家走后，用雷霆手段收回了家族财产，拿到了掌控权。人人都说他手段残忍，为人冷血，只有我们知道，他曾经也是多么渴望亲情。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？我妈轻轻戳了戳我的脑袋，让我回过神来。我们现在住在半月庄的另一栋别墅里，这是我盛江爹地名下的。因为我们的东西太多，加上我那3位爹地闹出的动静太大，而这里正好离得近，就先安排在这里了，懒得往别处再搬。这让盛江爹地很激动，官之另外2位爹地就没有这么开心了。是不是你跟他们3说的？消息这么灵通？我妈揪起我的小耳朵，眯着眼睛问我。我连忙朝3个爹地求助，给他们使眼色。一旁的3个爹地连忙岔开了话题，吩咐下人将饭菜端了上来。先吃饭，吃饭，都饿了吧？我眼睛一亮，摆上来的这些都是我跟我妈爱吃的。我妈没好气地瞪了我一眼，吃吧，等下再收拾你。呼，这一关总算是过了。饭桌上，我3个爹地一直给我妈夹菜，争先恐后，一幅幅摇着尾巴孔雀开屏的样子。我捂住了脸，简直没眼看。我妈看到眼前几个人，也许是这2年心态被磨平了不少，默许了他们的行为。她叹了一口气。我妈这些年来顺风顺水，没栽过什么大跟头，唯独在亲情上，我妈总是吃亏的那个。我妈一直很渴望亲情，从乡下被接回京市的那天，我妈面上的兴奋肉眼可见。她神采飞扬地跟我说，外婆来接咱们回家了，终于能见到自己爸妈了。但可惜，
来的只是家里的一个司机。卢夫人早就生了个小女儿，被养得白白净净，跟个洋娃娃一样，身上穿着当下最流行的公主裙。而我妈这几年在乡下长大，早就养成了随意洒脱的性格，放他们眼里就觉得我妈是一野丫头。一开始他们对我妈还有一点歉意，可随着时间越来越久，他们越发觉得我妈不如小女儿带出去有面儿，觉得我妈让他们脸上无光了。尤其是我妈还带着我这个野孩子，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孩，他们不愿去想我妈在乡下是怎么活下来的，他们只知道这么想会让自己的愧疚少一点，安慰自己当初抛弃我妈的决定没有错，从而变得理所当然。于是他们彻底放弃了我妈和我，将我们娘俩视为隐形人。直到宋家突然提起了这门婚事，直到小女儿怎么都不愿意嫁入宋家，他们才打上了我妈的主意，让我妈嫁过去。京市人人都知道宋琛有个捧在手心里的白月光，不得家里欢喜，于是硬给她安排一桩婚事，嫁过去等同于跳了火坑。宋老爷子觉得灵山心眼小，心思重，所以不同意他们的婚事。没办法，宋老爷子只能找上了当年跟宋家有过口头婚约的卢家。最后不知道宋老爷子用了什么手段，灵山出国了。我爸没了坚持的信念，万念俱灰，最终答应跟我妈结婚。我爸无处发泄，只能把怨恨归在我妈身上。我妈刚开始的时候是对我爸存了一些期待在里面的，在我爸事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妈暗地里给他资源，给他拉来客户，不然凭我爸空手起步，哪能在短短3年做到如今的位置。在我爸终于把事业做起来的时候，我爷爷也快不行了。他在去世之前觉得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妈。云云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是我们宋家对不起你，耽误你这么多年，以后你想做什么就做吧，不用顾及。爷爷说完这些话的时候，他整个人明显轻松了下来。我妈坐在一边，拉着爷爷的手，轻轻点了点头。整个宋家对我们最好的就是宋老爷了，这也是我妈留在这的唯一的念想了。等爷爷下葬后，我爸跟白月光就迫不及待地取得了联系。就这样，白月光回了国。在我妈跟我爸结婚的前一天，3个爹地聚在一起喝了一整晚的酒。他们问我妈为什么，盛江拉着我妈的衣袖，问她：我哪天比不上那小子？我比他帅多了，你都不愿意看看我吗？林晨也正想说些啥，结果被我妈一个眼神就制住了。毕竟他是我妈的脑残粉，我妈说一她从来不说二。她说只要你开心，我一直在你身后支持你。而傅北城则坐在一旁，嫌弃地看着另外2个人。我以为他有什么好的办法，凑过去听，却听到他在那喃喃自语，让他小子消失，这婚是不是就结不成了？不出意料，最后这3个人都迎来了我妈结结实实的一顿揍。在这住了1晚上之后，我妈就要走了。我们在京市有自己的房子，只是这些年一直不曾打理。昨天派人去清扫了一番，今天已经能住进去了。林晨爹地今天还有手术安排，盛爹地有戏在拍，都不得不离开。只有我傅北城爹地无事一身轻，便要跟着我们回家。我妈也没拦着他。谁能想到，到家没一会儿，我那前爹地就来敲门了，舔着脸跟管家说过来叙旧。我轻笑一声，这哪是来叙旧的，怕不是来攀关系来了。傅北城非常赞同地点了点头，跟我妈说要不要他去赶人。我妈没什么表情，像对待极为平常的一件事一样，只说既然他想来进来叙旧，那就让他来吧。想到什么，又提醒了一句，家里还有很多要布置的地方，
宋先生且得坐着等一会，想必不会介意的吧。晚上我听管家说，我们在楼上打牌玩游戏时，宋先生在客厅干坐了一下午，结果等到最后也没能跟我妈说上一句话，离开时脸都青了。送走了一个瘟神，又来了3个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妈的爸妈和妹妹来了。等我赶到前厅的时候，正好听见他们打的主意，简直离谱。这次他们想让我妈劝傅北城娶了我妈那小妹，青天白日的搁着做梦呢。我气得刚想开口骂他们不要脸，我妈拦住了我，眼睛直直看着他们。从前听说那些卖女儿的，我总是不愿相信天下会有这么狠心的父母，直到这事落在我自己身上，我才知道有些人心根本不是肉长的。我妈冷冷问问，这3年你们可曾问过我一句过得怎么样？卢夫人开始慌了，连忙抹着眼泪想打亲情牌，诉说着自己的不容易。可没想到我妈现在压根就不吃这一套。见卢夫人哑了口，我妈的小妹出声了，语气还是那样的高高在上，你在宋家吃好穿好的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姐姐你都是离过婚的人了，总不能还想着嫁给傅北城吧？他再怎么喜欢你，也不会娶个离过婚的，不如姐姐把他让给我，等我嫁过去了，一定忘不了姐姐的好。我妈冷冷听完，抬手就给了他2巴掌。你爹妈宠你，我可不会惯着你，就你这样，还做梦想嫁入傅家，回去好好洗洗脑子吧。我们的这点亲情，从3年前就彻底断了。从这天起，我们宅子就清静了许多。我妈继续打理着她的生意，并且到处开学校做善事。这期间，3个爹地总是时不时过来蹭饭吃，有时候1个人，有时候3个人一起。傅北城见此，就暗暗投资了盛江签的娱乐公司，成了他的老板，给他安排了大量的通告跟任务，让他忙得分不清白天黑夜。接着又给林晨拨了一笔科研经费，让他醉心于研究，无暇分身。我不止一次地听到盛爹地跟林爹地2人在背后骂他心黑，说他是无良资本家。而我傅爹地趁着这段时间，美其名曰散心，带着我妈去了大大小小的城市，看了各处风景，白驹过隙。又是1年，就这样，我3个爹地使出浑身解数来追求我妈。我问妈妈有喜欢的吗？我妈笑而不语。其实我已经猜到了，这1年来，我妈的笑容多了很多，整个人从内而外都散发着阳光。终于有一天，我看到傅北城爹地笑得满面春风，而另外2个爹地恨不得活剥了他的样子之后，我就知道我妈跟他们摊牌了，她选择了傅北城。又到了我妈结婚的前一天，同样的场景，4个人同样又喝得大醉，盛江还是拉着我妈的袖子，泪眼朦胧地说，云云，你怎么就是不看看我呢？林晨依旧站在我妈身后，傅北城要是敢欺负你，我随时带你走。不出意料，这天晚上，这2个人被傅北城，哦不，现在是我亲爹了，被我亲爹来了一顿胖揍，让他们不准再打我妈的主意。我爹给了我妈一场盛世婚礼，这场婚礼全球直播，颇为瞩目。我妈跟卢家断绝了关系，盛江跟林晨就给我妈当娘家人，送我妈出嫁。出嫁当天，这2人都哭成了狗。直播画面里完全颠覆了往日的形象，看着我爹我妈2人幸福的模样，我深深祝愿他们白头偕老，恩爱永远，也希望我们一家人可以永远在一起。婚礼之后，我爹带我妈环游世界度蜜月去了，我就不去当电灯泡凑热闹了，得继续我的学业。闲暇之余，听说宋家闹了丑闻，宋琛养了2年的孩子，最后发现不是自己的，
灵山当年出国是因为劈腿被宋老爷子发现，最后选择攀上另一根高枝出国了。没想到发现怀孕的时候，人家只是跟他玩玩，于是回国找宋琛接盘。宋琛发现真相后，最后跟灵山闹了个离婚收场，成了经世人的笑谈。自从跟我妈离婚之后，他的公司没了我妈的支持，陆陆续续有人撤资，公司收益每况日下，摇摇欲坠。不过这一切都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也没空去关注这些八卦，因为我马上就要当姐姐了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爸的白月光回来了，我和我妈被扫地出门，奶奶不让我们带走1分钱，堂妹嘲讽我从此凤凰变野鸡。然而我妈牵着我的手上了首富外公的车。我大2那年，我爸和旧情人破镜重圆，愉快出轨，连续半个月不回家。向来不喜欢我妈的奶奶趁机逼妈妈离婚。曹如霜回来了，人家现在可是有名的演员，你个穷山沟出来的闺女，还有脸霸占顾太太的位置啊！我听见这些话，咬牙切齿，不满的话呼之欲出。我妈却冲我摇头，她不动声色地插花，盯着花瓶底下的死水，面色清冷。离婚可以，让她亲口跟我说。齐明远一走半月，妈妈也联系过他，但任何话都没这句有效，没有同意离婚有效。下午他就来了，我站在房门外，听见他决绝的声音：今天就去办离婚手续，越快越好。我不想让如霜等太久。我妈静静的，许久没出声，她等不及了，又说：实话实说吧，如果不是当年如霜跟我闹分手，我也不会一气之下向你求婚。你本来只是我们公司的小小员工，做了这么多年董事长夫人，也该知足了。我妈终于开口了，拿上证件，现在就去民政局。她说的果断，能听得出对这段婚姻的绝望，但很快又整理好情绪，坚定地说：周周必须跟我。齐明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可以，我和如霜也有一个女儿，我只想好好补偿那孩子。我脑袋嗡嗡的。他说他还有个私生女，他说他只想好好补偿那个私生女。那我呢？我齐周周不是他女儿。啪！房间传来响亮的巴掌声。老妈帮我狠狠打了他，打得好。离婚手续很快办完。齐明远给了我妈一笔钱，让她带着我离开别墅。可是我妈早就开始打包行李了，而且她还不要钱。我很郁闷。虽然听见渣爹那番话后，我对这个破家已经没有留念，但钱不要真的好吗？这不是便宜了渣爹？我妈无奈地冲我摇头，她那点钱有什么好稀罕的？要拿你拿。我嫌重，银行卡不重吧？贤格，行了吧？妈妈，你是豌豆公主吗？等等，好奇怪，老妈对金钱风轻云淡的样子，咋像极了电影里的 old money？ 感觉完全不是我奶奶口中的乡下丫头呀。看来不愧是我妈，气质不一般。好吧，我也只能忍痛割钞票了。我回房间里收拾东西，到一半的时候，堂妹齐露忽然闯进我房间，出去，拽什么？这以后都不是你房间了，我来替小飞来监督你。小飞，你还不知道，大伯和如霜阿姨的女儿啊，她以后会搬进这个卧室，这个卧室的摆设都是她，你只许整理自己的衣服，其他的不准乱拿，知道了？私生女登门入室，对吧？齐周周，你以后可不是大伯的掌上明珠了。大伯有了如霜阿姨，也不会再管你们，你只能跟你的穷妈过苦日子了。齐露挤眉弄眼地看着我，以后在学校碰见，可千万别跟我打招呼呀。我翻白眼，我啥时候跟他打过招呼？齐露见我不理他，转了转眼珠子，
又想挑衅，我烦不胜烦，直接将他推开，滚一边去。齐路没站稳，被我推到地上，他顿时炸了。奶奶，齐周周欺负我！齐老太一听，很快过来骂我，一点教养也没有，不像小飞，又乖又懂事，当初就不该把你妈娶进门，祸我家基因。我简直无语。我妈长得美，又聪明，会画画，会弹琴，会书法，甩她这个暴发户几条街。本想反驳她，我妈温温柔柔地叫住了我：周周，收拾好了就走吧，你外公要来接我们了。外公？我还有外公？咋从没听老妈提起过？我正疑惑，齐老太忽然冷笑起来：王文雅，你跟孩子扯什么谎？你爹妈都是乡下人，他们来过几次省城，摸得着我齐家的大门吗？齐路也咯咯直笑：奶奶，你别戳破伯母呀，乡下人也是要面子的。什么伯母？他已经不是的。露露，你记住，不是什么人都能做你伯母。齐路点点头，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我姐妹。他说完，瞅了我一眼，我轻哼：谁稀罕呐？咱俩就不是一个气质。我天生漂亮，她已经进过几次整容所了，确实不像姐妹了。你，齐路被我戳到痛点，气不打一处来。你嘚瑟什么？离开齐家，你就是凤凰变山鸡，长得漂亮有什么用？方便以后出来卖。真是好大一张脏嘴，怎么好意思吹自己是豪门千金啊？我很想再教训他一下，可是又怕给老妈惹麻烦。毕竟我们离开齐家后，肯定会大不如前。如果得罪他们，我和老妈以后会更加困难。忍吧，努力忍吧。我咬紧唇，正要打碎牙齿吞进肚子，啪！好熟悉的响亮的巴掌声。抬眸，我妈已经优雅地将手收回。齐路半张脸红透了。我妈把齐路打懵了，她半晌没反应过来。我妈，整个齐家最低调、最温柔，他们眼里最好欺负的人，打了她。齐路半晌没反应过来，倒是齐老太暴跳如雷：王文雅，你作死啊！竟然敢对我孙女动手，她没教养，我替你教。老妈抬起下巴，轻飘飘地说道：还有你，齐老太太，下次再对我们母女指手画脚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毕竟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是我长辈了，我的教养可不会用在倚老卖老的陌生人身上。老妈目光倨傲，声音清冷：齐老太傻了。齐路继续懵：我帅爆了，碉堡了。这时别墅大门打开，一辆宾利开进来，我脸色顿时灰冷下来。我爸的车，副驾驶还坐着一个艳丽女人。车停下，后座还下来一个少女。艳丽女人挽着我爸，我爸牵着少女，真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。我爸幸福得像只泥坑里的猪。然而当他见到我和我妈，脸色就变了。你们还没走？嫌弃的眼神尤其明显，我眼眶直接红了。我妈走过来，握住我的手。这时我奶奶见到我爸，立刻告状：明远，你可要管管，王文雅打了露露。我爸看见齐路脸上的红印，当时就火了：王文雅，原来你一直以来的贤惠都是装的。我气得想抓花我爸的脸。我妈抓着我的手，不叫我动。这时对面传来娇软的声音：爸爸，他们是谁呀？你原来的老婆女儿吗？那我和我妈算什么？我看向说话的人，黑长直，无辜脸，眉眼竟跟我有点相似。我无法冷静：你就是我爸的私生女呀！他听见，脸色惨白，抓着他妈林如霜的手就要哭。曹如霜看见宝贝女儿受委屈，直接急了：齐明远，这就是你的诚意，你对我们母女的爱。听听他女儿骂我们菲菲什么私生女，你还不撕烂她的嘴？我爸本来就对我不满，林如霜这么一说，他直接对我扬起了巴掌。他人高马大，
比我和我妈都高出许多。我妈拦不住他，齐家的院子里我也跑不掉的，搞不好还会连累妈妈一起狼狈。我还是挨打吧。我咬着牙，闭上眼睛。齐明远，山不转水转，你今天欺负我和我妈，改日我一定……我心理活动进行到一半，忽然听见一声惨叫，啊！睁开眼，只见齐明远面色惨白地捂住膝盖。我妈踹了他。此时此刻，我无暇顾及其他人的状态，因为我傻了。我妈多爱齐明远，她膝盖不好，为他学针灸、配草药，这么多年尽心尽力照顾着他。而现在，妈妈为了我踹了他的膝盖，这一切齐明远值得。反了，吃我家的，喝我家的，还竟敢踢我儿子！把行李箱打开，我要检查，绝不让你这个贱人带走我家一分钱！齐老太气疯了。我妈冷笑：你搞错了，自从嫁到你家，我花的每分钱都是我自己的。齐明远每个月给我那点钱，根本不够我半天开支。齐老太愣了。曹如霜看向齐明远，齐明远脸色复杂。王文雅，你当年嫁给我之前，工资才多少？做了20年富太太，胃口变这么大了。我妈嗤笑：开什么玩笑？你那点钱，想养大谁的胃口？刚说完，随着鸣笛声传来，一排豪车陆续停在别墅门口。领头的车上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，他朝我们走来，接过我和我妈的行李箱，毕恭毕敬地对我妈说：大小姐，我们来接您回家了。这话一出，全场震惊。我直勾勾地看着我妈：您到底瞒了我什么？齐老太半天没反应过来。齐明言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妈：他们叫你什么？我妈挪开目光，没理睬他。而这时，来接我们的叔叔开口了，声音正式而铿锵有力：文雅小姐是王寻先生的女儿，首富王家唯一的大小姐。他说完，鄙夷地看着齐明远，仿佛在嘲讽他有眼无珠。这一下真是万籁俱寂了，齐家人脸色都僵了。我也不由倒吸一口凉气。王寻，首富王寻，那个集科技、酒店、餐饮、娱乐的王氏集团董事长，而齐家只是经营着一个酒店而已，差了10万8千里呀！妈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也是震惊啊，这有啥不能说出口的？换作是我，天天挂在嘴边炫耀。对不起，肤浅了。我妈点头，待会再跟你解释。可是我已经管不上啥解释了，我已经起飞了。我外公居然是首富，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？这时我看向齐路，谁凤凰变山鸡来着？齐路咬了咬唇，注满玻尿酸的脸几乎要扭曲了。而这时，曹如霜发出一声冷笑：据我所知，王寻先生的女儿一直在国外生活，你撒谎都不知道事先调查。他满脸鄙夷，一副瞧不起我妈的样子，真是家庭主妇当久了，把脑子也当掉了。他说的自信满满，齐家人也动摇了。如霜阿姨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怎么知道首富女儿在哪里？齐路问。有人质疑曹如霜，齐明远立刻接话：当然了，你如霜阿姨刚拿到王氏旗下的代言，还见过王寻先生。齐老太一听，分外惊喜。这么说，他跟王寻先生很熟了？还行吧。曹如霜故作谦虚：那你说的肯定是真的了，不愧是明星，就是有人脉。齐老太顺了口气，瞪了我妈一眼：你可真行，还敢来这一出，想骗我们给你下跪啊？可不是吗？母女俩都很恶心。齐路附和，齐飞也娇娇弱弱地开口：爸爸以前的妻子怎么满口谎话？齐明远冲我妈横眉冷对。曹如霜轻笑道：王文雅，你要是首富大小姐，我就是首富二小姐。
劝你快滚，别搁这丢人现眼了。我怒了，我握紧了手机，该砸哪一个呢？正气的不行呢。我妈却风轻云淡，她如画的眉眼，略显几分无奈，吩咐身旁的叔叔：“我爸也来了吧，叫他下车认二女儿了。”其家人笑我妈不死心，笑话我妈是否还找了冒充首富的人。而我的渣爹齐明远更过分，他让我妈别那么虚荣，就算虚荣，也要看自己面对的是谁。你一个家庭主妇，在如霜这种见过世面的女人面前，冲什么大脸？他刚说完，我妈脸色微微愠怒。曹如霜得意非常，可是这时，一个身形硬朗的老爷爷拄着拐杖走下豪车，他头发苍白，却梳得整齐，一身西装，显得精神抖擞，皱纹横生的脸依旧透着英气。这不就是首富王寻吗？那张被各大媒体宣传无数次的脸，谁不认识？爸，我妈的声音透着哽咽，她不管任何人，扑到外公怀里，像个孩子。见到此情此景，我呆呆地站在原地。齐家人在风中凌乱，尤其是曹如霜，她瞪大了瞳孔，脸色尴尬又慌张，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。齐老太拉扯着齐明远：“我老花，你看清了，真是首富。”齐明远紧皱着眉，脸色铁青的点头。齐老太猛地拍腿：“哎呦，儿子，你是首富的女婿呀，还愣着干嘛？把文雅追回来呀！”曹如霜脸色刷白，气愤地看向齐明远：“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已经和如霜领证了，菲菲还在。渣爹深情了一辈子，他可不能在这时掉链子。呸！我就没见过私生女和小三登堂入室的。你妈我也是原配，你别打你妈的脸。”齐老太变脸，比川剧还厉害。曹如霜咬着唇，面如死灰。齐飞委屈的泪流满面。与之相反，齐老太对我慈眉善目了。周周呀，以前都是奶奶不对，我鬼迷心窍了。你跟你妈妈说说，原谅奶奶和爸爸，好不好？对了，齐路，你也来跟你姐姐道歉。小小年纪就嘴臭，你大妈扇你是应该的。齐路的脸已经不只是扭曲了，他恨不得吃了我。齐老太诚心悔过，但我妈可不吃这套，我外公更不吃。我女儿和齐明远已经离婚了，你们齐家人少来套近乎。外公的声音怒中又透着绝对的威严。齐老太心虚地低下头，而同时，外公又看向曹如霜，打量着他。我纳闷，何时多出你这么个女儿了？曹如霜垂着脸，曾经多么骄傲，现在就有多么无地自容。王先生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他想解释，但外公完全不听。行了，王氏跟你的合约就此取消。曹如霜差点没站稳。我知道他干嘛这么紧张，他一直在国外发展，不温不火。王氏的资源是他回国后最大的王牌，现在没了。王先生，您这是假公济私。凭如霜的知名度和才华，你们集团不要他，将会是巨大损失。齐明远始终护着曹如霜，像个大情圣，因此我能理解，恋爱脑上头的人是会说一些蠢话。对他，外公只是冷笑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家了。他甚至不愿意跟齐明远废话。齐明远不死心，甚至叫住我妈：“文雅，我求你阻止你爸。这么多年，对如霜念念不忘的人是我。如霜是无辜的，她努力了那么久，才有今天的事业。我不能让她受任何影响。”我妈攥紧了手，我好生气。上去就是对，她无辜，我妈就不无辜。你们真爱无敌，我妈就活该被当傻子忽悠。齐明远怔了一下，像是被我说住，但我看不出他任何愧疚之心。他依旧坚持他那套，缓缓说道：“你妈一个家庭主妇，怎么懂如霜事业上的艰辛？家庭主妇，我妈是为了谁做家庭主妇？
她又美又有才华，齐明远还不知道呢。我妈经常在家里画画，我悄悄看过她的作品参赛。意大利名师更是向我妈发来过邀请，但我妈无动于衷，就为了照顾这个婆家，除了我，还有蛮不讲理的婆婆，寄人篱下，却麻烦又是多的歧路，最后就换来这。我转头看见妈妈眼底红红的，我心疼的不行。我的妈妈那么好，为什么会碰上这种男人？幸好有外公在，我心疼妈妈，外公也心疼女儿。他带我们离开之前，把保镖都派了进来，远远的我都能听见齐明远此起彼伏的惨叫声。齐老太哭喊着：“不要打我儿子！”曹如霜拉着齐飞，不敢上前，齐路更是跑得更远。总之就是一盘散沙。齐明远，以后除了你妈，再也又不会有人爱你了。我让妈妈不要哭，她笑着说：“这是最后一次。”后来，外公带着我们回家了。我们真正的家是一幢超大的花园别墅，完全就是现实版的唐顿庄园。外公拄着拐杖陪我高高兴兴地溜达一圈，但晚上的时候，齐明远竟然联系我了。我以为他被打清醒了，打电话过来是道歉。虽然我不会原谅他，但也想看看他乞怜的样子。电话接通，他果然特别殷勤。周周，在外公家住的还习惯吗？不习惯。你要来接我回去吗？我假装哄齐明远玩，他果然慌了。这个，你如霜阿姨和菲菲已经搬进来。这样吧，如果你不想住在外公家，爸爸给你买个小公寓，好不好？我去你的吧，我真想隔空扇他。不用了，外公家很好，花园很大，房间很大，我专用的厕所都比你的卧室大。也亏我妈受得了，陪你过穷日子，真是福气。她不觉得我妈天天待在家里是家庭主妇吗？那我就让知道，我妈待在她家那是屈尊降贵，她还不识好歹。确实委屈你妈了。齐明远坦然承认错误。我纳闷，他这人很固执，从来不会道歉，尤其对晚辈。今天怎么？我正疑惑，却听见他说：“周周啊，你能不能跟你外公美言几句，别撤如霜阿姨的合约？”我哽住，难怪了，也只有为了小三，他才有这么好的脾气。你让我帮小三说话，你有病吧？我没按耐住脾气，齐明远差点被我惹怒。你小孩子家，说话别那么难听。你如霜阿姨人很好，善良又有智慧，你跟她接触就知道了。我气笑了，她让我跟小三接触，难道我妈不善良？我妈没智慧？对了，你们学校不是要举办编剧大赛了吗？我皱眉，编剧大赛是我们专业最有含金量的赛事，评委都是国际大牌编剧。他从来不关心我学习，怎么知道？菲菲在国外也是学编剧的，她转去你们学校了。我泄了气。原来还是为了私生女。如霜阿姨在国外认识很多名编剧，搞艺术的，大多人自命清高，这种人脉钱是买不来的。只要你帮如霜阿姨，我会让她给你介绍一个名师指导。我们周周至少得拿个第2吧。齐明远故作和蔼可亲，还给我抛出了鱼饵，确实挺诱惑人的。但他是我爸呀，他为我做事，为我找老师，不是理所应当吗？竟然要我交换条件，而这个条件竟然是帮小三伤害自己的妈妈。我好寒心，你凭什么觉得我是第2？我很不爽，他好像觉得我很没用一样。我就是随便一说。菲菲也很厉害的，她从小跟她妈在片场，又聪明又讨喜，小年纪就会帮人改剧本。她字里行间都是对齐飞的骄傲，但她不知道，我10岁就获得过小编剧奖。齐飞可以的，我也行，我到底还年轻。没忍住，把齐明远的那些话哭着告诉了妈妈。我妈抱着我，
久久无言。那晚我们聊了很多，我终于知道他这么多年不告诉我他身世的原因，因为他一意孤行嫁给齐明远，因为外公却专横独断，让她嫁给世交之子，一气之下断绝关系。总之，两边都有错，两边都是狠人。转折发生在2月前，外公身体不好，通过管家劝解，我妈床前尽孝，父女俩这才冰释前嫌。话虽这么说，我妈还是很悔恨，说到底还是齐明远不值得。周，编剧大赛，你准备的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其实我有点担心，我的目标是拿第一，其他同学的水准我都清楚，但齐飞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水平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不想输给他。有什么不顺，可以跟妈妈说说。我妈贴心地说，她永远明白我。说到底，我还是对自己的内容不够自信。我觉得我的剧情不够惊艳，没有让人特别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我怕抓不到评委的心。我经常跟妈妈聊这个，她总能给我很好的启示。所以以前我就觉得他是个天才，全是齐明远耽误了他。但没想到这次更猛。我给你个宝贝。什么？我正疑惑，我妈从抽屉掏出一本笔记，我翻开，上面是我妈写的清秀字体。再一看内容，我惊呆，这都是一些描述精彩的对话和桥段。这些事，我妈脸红红的，有点害羞。就我灵光一闪做的笔记，你瞧瞧有没有用？当然有用了，太刺激我大脑了，懂的都懂。编不出故意的时候，好作品总能给你启示。我妈简直大师，她怎么不去当作家呀？她太屈才了。第二天，我抱着妈妈的笔记拜读，翻到最后一页，我竟发现右下角写着一个名字：伊华。这是一位名作家的笔名，他的书曾经获得过国际多项文学奖，过去5年都挂在全球最畅销的榜单上。难道我妈也喜欢他？毕竟我也经常把喜欢的作者笔名写本子上来着。周一，我去学校上课，果然齐飞也在，他身旁还有齐路，他正在拍齐飞的马屁。菲菲，我真羡慕你，你妈妈是演员，外公是艺术家，简直就是书香门第，演艺世家呀。齐飞被人吹捧，原本满是得意，但我一出现，他脸色就变了。大概因为我现在是首富外孙女吧。齐路马上又说，菲菲，你是天之骄女，有非凡的人脉，你外公认识的艺术家那都是清高的人，可不是用钱就能交往到的，你才是真正的贵族。这话说到齐飞心里去了，他微微一笑，你太夸张了。不过我外公确实认识挺多的人，那个伊华你知道吗？知道呀，写密室的女作家，全国畅销呀，好多名人都喜欢她呢。不过听说她很低调，从来不接受采访的。齐路如同超级粉丝，噼里啪啦说一大堆，气氛渲染到位了。齐斐才傲娇地说，我外公就认识他。齐路从虚伪的夸赞转而进阶到真诚的羡慕，然后他又把矛头指向我。菲菲家手握这么多文圈人脉，他的指导老师一定很厉害，编剧大赛的冠军肯定是菲菲的。某些人就不要妄想了。我冷笑，哦，那就拭目以待。有一说一，我本来确实有点担心，但我自从翻了老妈的笔记后，好像获得了能量加持，获益匪浅啊。而这时，我看见齐飞眉头轻轻一拧，怎么？他见我不慌，着急了。我正冷笑，他忽然扯起嘴角，悠悠地说：“外公告诉我，伊华也是评审团的一员呢。编剧大赛开始之前，外公会把我引荐给他。我丢，他居然想走后门。那个神秘的伊华真的会帮他吗？”时间很快到了编剧大赛当天，我们早已提交了剧本，马上就是公布名次的时候。
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坐在一起。这时，场内突然躁动起来，好像有明星来了。曹如霜和她老公。没一会，全场聚焦点都在他们身上。齐明远和曹如霜亲自来给齐飞加油。呵，从小到大，齐明远可从没来学校看过我。爸爸妈妈，你们跟我坐一块吧。齐飞拉着他俩走向台下的位置。经过我身边时，我瞥向齐明远，他假装没看见我。怎么不敢认？怕尴尬？哼，我偏不让他如愿。所以在齐明远要躲过去的时候，我甜甜地叫了声爸爸，你来啦。齐明远脚步一滞，面色惊恐又埋怨地看向我。我吐了吐舌头，假装调皮，怎么，怕我让他丢脸吗？怕我让别人知道他抛妻弃女？这时同学忍不住问我，周周，齐氏酒店的董事长原来是你爸呀？那你和齐飞是什么关系？齐飞和曹如霜脸色很难看，尤其是齐飞，他委屈巴巴地看着齐明远。我知道他怕丢脸，怕私生女的身份曝光。曹如霜脸绿油油的，恨不得吃了我。在其他人询问目光中，齐明远扯着僵硬的嘴角，笑着跟别人介绍我，这是我的干女儿，朋友家的干女儿。我手指陷进座椅里，眼角酸胀，胸口闷得说不上话来。曹如霜和齐飞脸色顿时好看了。曹如霜还阴阳怪气地问我，周周，你妈妈怎么没陪你？今天这么重要，就算她不懂剧本，也应该陪着你呀。我冷吃，我妈不懂剧本，你懂，她怎么懂这些？又不是你。齐明远接他的话，那可不一定。王家有钱，各种熏陶少不了的。呵，想太多，她有这份造诣，还能做这么多年全职太太。齐明远陪着曹如霜一唱一和，贬低我妈。齐飞趁机推着齐明远离开。爸，走啦，我们去见见外公，他也是我们学校的受邀嘉宾呢。说完，得意洋洋地冲我看了一眼，我眼底几乎要溅出火花。正要做些什么时候，场面忽然沸腾起来，只因有人说伊华来了，那个神秘的天才作者，多项国际大奖的获得者，全球最畅销作家之一，大家都想知道他长什么样。我下意识回头，我妈恰好站在大门中央。老妈一改朴素风格，她今天穿着长裙，还戴着钻石项链和耳坠，头发高高挽起，如同气质典雅的高贵公主。我同学也有见过我妈的，宝，你妈妈好漂亮啊，阿姨简直像仙女下凡。我虚荣心大大受到了满足，立刻奔到我妈怀里，别管我了，我就是妈宝女。当然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故意安排，我竟然瞥见齐明远微微失神的一瞬间。呵，总有一天，他得承认自己眼瞎。我妈比曹如霜漂亮多了。你好啊，文雅，我终于又见到你了。我听见老麦的声音，是齐飞扶着的老人，这大概就是他口中的外公。可是他认识我吗？我眼神奇怪地看着老头子，不仅是我，曹如霜和齐飞也很奇怪。爸，你认识他？外公，今天是我的大日子，待会伊华还要来，你注意点。老头子阵阵无语，他郑重说道：“他就是伊华呀。”瞬间，空气凝滞，我也傻了。他说什么？我妈说伊华，伊华是我见过最有才的人，他不仅会写小说，还会写剧本。我好几个剧本都有请教过他，然后他就报成了几个名字和内容，全是爆剧和经典桥段，这都是出自我妈之手。我的天！我看着我妈，震惊、激动、膜拜。你不是我妈，你是我的神，但你干嘛不早点告诉我？我妈怕你有压力。好吧，确实。与此同时，我的同学都纷纷跑来让我妈签名，老师也不端着了，他们其中也有很多我妈的书粉，
一华老师，我好喜欢你的文笔。一华老师，我能不能求你件事，给书里的星号重开一个结局吧？我舍不得他死啊。一华，能不能来我们学校做老师？我给你腾位置。华姐，啥也不说了，可以给我签个名吗？我被挤到了外面，这哪是编剧大赛，这简直就是我妈的粉丝见面会。这时，齐飞的外公还在喋喋不休，炫耀我妈的光荣事迹。一华还是个全方面开花的天才，他在书法上也很有造诣，曾经一幅房檐真卿字体被拍出高价。提到造诣，齐明远之前怎么说来着？我妈但凡有什么造诣，也不会是全职太太。呵，我就想问，她的脸疼不疼？全职太太怎么了？也照样吊打你们。我看见曹如霜和齐飞冰冷阴沉的脸，还有齐明远，他满眼惊诧地看着人群中央的我妈，眼底乍现一抹怅然若失。我以为我看错了。齐路来回踱步，眼巴巴地望着人群。我知道他也很想要签名，他竟然也是我妈的小粉丝呢！哈！一群跳梁小丑，编剧大赛颁布名次。我的剧本凭借剧情精彩又抓人，在人气选票和评委打分拿到了第一。齐飞则剧情逻辑不行，只拿到第9，面前进前10。呵，齐明远还把他当骄傲呢。由于编剧大赛广受关注，到场也有不少记者，他们蜂拥而至采访我，还有亲爱的妈妈。相反，身为明星的曹如霜备受冷落，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呀，母女都这么漂亮又有才华，父亲真是妥妥的人生赢家。方便透露父亲是谁吗？这时我瞥向齐明远，分明看见他眼神亮了一瞬，我嘴角扯过一抹微不可察的讽刺。我的父亲刚刚说我是他的干女儿，朋友家的孩子，我哪有什么父亲？我和我妈心照不宣地对视一眼，知道很遗憾，他去世了。说完，我微笑地看着齐明远，他的脸色又黑又红。是啊，一个从没尽到责任的父亲，可不就是死了？这事之后，齐明远越发奇怪了，他经常偷偷联系我，他比以往更加关怀我，问我学习、身体、生活方方面面。我会接他的话，不是接受他的转变，而是看戏，因为他对我的关心最终都会绕到我妈身上。然而我也会把电话录下来，转发给曹如霜，静静地看白月光变成了白饭粒，还挺好玩。但我妈没我这么无聊，她开始涉足外公的产业了，只是她这么多年对集团没你任何功劳，集团董事会不信任她。在此之前，她必须接受一次考验。考验项目，一个濒死的酒店，老妈只要能把酒店救活，盈利增长10%就过关。但老妈很有志气，她说50%，因此她开始早出晚归了。有一天，她还没回来，我就接到了齐明远的电话：周周，你怎么不管你妈？她现在天天在外面鬼混，跟男人一起吃饭，注意你的用词。我非常不爽，谁鬼混了？你特么一个出轨男，凭什么管我妈？你妈最近跟宏盛酒店的老总走得很近，她是不是想再婚了？齐明远声音黯然，有点提不起劲的感觉。我，呵呵，关你屁事！当然了，齐明远猜的也没错。当天晚上，妈妈的确是被人送回来的。我趴在窗上瞧看了，那男人40来岁，英俊挺拔，很有熟男魅力，跟我妈还挺般配的，挺好的。我希望妈妈离开齐明远后能过得特别幸福。后来我追着老妈问东问西，她就是含糊其辞，估计是害羞，以后就好了。我就等我妈通知我，她找到幸福了。然而半年后，
恋爱通知没等到，我却等到了妈妈把酒店盘活的消息，并且营业额增长60%，董事会正式认可她，满新闻全是知名作家成企业女强人，年度最有能力的家族接班人。不仅如此，妈妈的光荣往事也被扒了出来。王文雅的全能人生，画作被知名美术馆收藏，书法被拍卖高价，全球知名作家，商业新秀。不要说别人，我看的都酸了。但是好像缺点什么，美好姻缘呢？那个经常送老妈回家的叔叔呢？我可是百度了鸿盛酒店，他家老板是个隐形富三代，跟我妈挺般配的。难道掰了？我不甘心，跑去王室顶层的办公室问我妈。老妈正在看文件，听我提起，似乎才想起来，哦，他呀，他怎么了？他疑惑地问我，你不是在跟他谈恋爱？什么？谁跟你说的？我看见的呀，他经常送你回家。我妈，哦，我跟他炒作呢。啥？炒作？我们走得近，外界就会猜测两家酒店会不会合并，这样对我们当时快倒闭的酒店很有好处。我妈牛啊，那个叔叔也知道吗？我妈摇头，他靠近我只是为了我的家业，甚至还想从我嘴里套内幕消息。啥？那男人看着成熟英俊，居然一肚子坏水，呸，真下头。周，妈妈眼瞎了一次，就不会再眼瞎第二次。为了你，为了外公，更为了我们一家，妈妈会时刻保持清醒，也会更加努力的。此时此刻，我看见妈妈眼里有光，自食其力后，我才渐渐明白，那束光来自心上，它会照亮你想要走的路。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，齐明远从偶尔的打扰变成经常的打扰。刚开始，他还只是跟我套老妈的事情，后来就变本加厉，他居然让我约妈妈，他是不是疯了？他都跟曹如霜结婚了，你是我女儿，难道你不希望妈妈跟你自己的爸爸在一起吗？不希望。我挂了电话，又一次把通过记录发给了曹如霜。虽然他每次都会打电话来骂我，但我知道他不会拉黑我的。我真无聊，真记仇啊！终于，曹如霜忍无可忍，跑去酒店跟他吵，齐家鸡飞狗跳，齐明远生意也受到了影响。他做了一次错误的决策，酒店转型失败，濒临破产，很多人盯着收购，而齐明远只对我妈殷勤。他一出手，低价收购了酒店，因此齐明远误以为我妈接受了他的心意，幻想能跟我妈重新开始。结果我妈，齐总，我们不是正常做生意吗？你让我给你那么低的价格，我做生意还价，有问题吗？齐明远后来他拿着剩余资产陆续投资，想要东山再起，又赶上行情不好，他心又大，直接破产了。曹如霜天天跟他吵架，没钱没感情，白月光变成白饭粒，啥也不是。后来曹如霜被狗仔拍到出轨，名声一落千丈。齐飞受不了父母天天和学校的富二代混在一起，也不好好写剧本了，想进娱乐圈，又因为他妈老来他房，导致他门路紧闭。毕业后他不知道去了哪个剧组打杂。至于齐路，他一直都很聪明的，现在正跟好几个有钱人同时交往，其中一个还有正牌女友，来学校找他，骂他是卖的。我真的感慨，天道有轮回。有一次，我和我妈在车上看见了齐老太，她正在挑菜叶子，看见我们大喜，眼看着就要朝我们追来，但绿灯一闪，我们的车开走了，他落寞下来。最后一次看见齐明远，是我在影视城工作的时候，齐飞在小剧组打杂，每天赚得不够花，3天2头找他要钱。我看见他的时候，
齐飞刚把他的钱搜刮去，他满眼失望地看着深受自己喜欢的女儿的背影，连连叹息。但没一会，他又要回到岗位上。大夏天，他穿着太监服，站在太阳底下暴晒。看见我时，他尴尬一笑：“我年纪大了，做别的没人要，只能干这个。”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，他却很想跟我套近乎。大家都说你是年轻编剧里最厉害的，爸爸很为你骄傲。他自称爸爸，被其他群演听见了。那名群演很惊讶：“不会吧？齐边是你女儿？”齐明远意味复杂地笑了笑，他刚要说话，我却抢了过去：“干女儿罢了，小时候乱认的。”说完，我看见他红了眼眶，但我心里毫无波澜。你这个爸爸，我早就不要了。你给我的伤害，我统统还你。剧组杀青，我收到了妈妈的鲜花，走出门，见她穿着风衣，戴着墨镜，飒爽地靠着红色法拉利。宝贝，老妈休假，带你自驾游，太棒了！走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